亡靈晉升第2步陽石巔峰，橫掃雷之仙界，遭失傳萬古的极境襲擊，被極境入體。亡靈沒想到在雷之仙界還能遇到羅天星域的境孽七血祖，更沒想到血祖的到來，不僅沒能擊殺亡靈，還讓亡靈直接從問鼎大圓滿連續跨越2大境界，晉升陽石巔峰。彼時亡靈在血祖的追殺下，險些當場身亡。恰逢雷之仙界天劫降臨，旁人视雷霆天威為死劫，亡靈卻深谙逆修之道，滋養重塑元神，助他一舉踏入陰虛境界，突破並未止步。亡靈更主動逆衝雷雲，吞噬劫雲，以極致凶險的方式打通陰陽圓滿，順勢突破陽石境界，一路逆勢攀升，穩穩登臨陽石巔峰。這等突破速度堪稱萬古罕見。亡靈僅憑一場天劫，瞬息完成雙境跨越，修為直逼第2步虧孽境界。亡靈突破之後，正式開啟橫掃雷之仙界的碾壓之路，打得血祖捨棄軀體，只剩殘破元神倉皇遁逃，最終被亡靈抓進了尊魂幡中。此戰之後，亡靈徹底坐穩雷之仙界頂尖強者之位，隨後為挚友李元復仇，追殺欺凌摯友的姚家3人。他一指崩碎問鼎修為的姚家少主，瞬殺隨行女修，更以13重懲戒酷刑碾壓陰虛巔峰老者，手段凌厲，震慑全場。他划定1000丈禁地，但凡擅闖者必死無疑，令無數問鼎陰虛修士望而生畏，不敢靠近。緊接着，亡靈與李元闖入一處秘境，前行途中，2人全速疾駛許久，依舊不見通道盡頭。空間的詭異延伸讓精通禁制古籍的李元心生疑惑，判斷此處是仙界崩塌後重疊交織的特殊碎片空間。相較於李元的直觀疑惑，亡靈的神魂感知更為敏銳，越是深入地底，他眉心便越有刺骨脹痛之感，仿佛有無形之力按壓神魂，詭異莫名。亡靈立刻止步阻攔李元，詢問其是否感知到異常，李元卻全然無覺。亡靈瞬間洞悉關鍵，異常感知並非來自通道禁制，而是受制於李元眉心的心神禁術。待李元散去心境的剎那，無盡陰冷的神魂威壓瞬間侵襲其身，讓他面色慘白，雙目充血，神魂震顫，唯有立刻重啟心境方能穩住身形。此刻他才真切體會到秘境深處潛藏的無上凶險。為探明詭異威壓的根源，亡靈運轉元力，以神念為筆，在虛空勾勒出一道殘缺的上古冷僻符文。李元苦思良久，僅能鎖定4類相似古符，無法判定具體效用。亡靈隨即補全符文，圓滿的符文現世後，李元終於認出其本源。此符文無法單獨成型，需9道同源符文聯動，構築一座覆蓋數片仙界碎片的巨型9星療傷仙陣。9陣聯動的無上療傷格局，絕非普通修士所能布設和受用。亡靈瞬間看破核心隱秘，大陣陣眼之中必然蟄伏着一尊上古存在，依靠萬古不绝的仙力溫養自身，修復傷勢。2人行至通道盡頭，只見一尊流轉五彩仙光的懸浮漩渦，正是大陣核心陣眼，卻被人從內部強行封印，隔絕內外。李元憑借精湛的禁制修為，一眼看穿封印破綻，心生貪念。他判斷陣中上古存在常年療傷，必然修為虛弱，若能破陣，便可生擒對方，奪取正統仙術傳承。被絕世仙元沖昏頭腦的李元不顧凶險，抬手便要催動禁制破陣。亡靈歷經無數生死劫數，深谙上古秘境暗藏無盡殺機，絕非表面看似的機緣遍地。千鈞一髮之際，他果斷出手，捏碎李元的禁制，注入元力，穩住其神魂，將失控的李元震暈，硬生生攔下一場滅頂之災。也正是這一次果斷抉擇，讓2人直面整場秘境最大的危機。後退3丈的瞬間，五彩漩渦驟然靜止，陰森刺骨的氣息噴湧而出，漩渦中心浮現一只冰冷詭異的數瞳眼球，一道直達神魂的魔音直接在亡靈心神深處響起。對方不顯露身形，不道明來歷，只拋出致命誘惑，只要讓李元破開仙境，便無償傳授一套正統仙術。正統仙術是雷之仙界所有修士夢寐以求的終極傳承，遠超後世修士推演的凡俗功法，足以讓無數人鋌而走險。即便已是陽石境界，眼界超然的亡靈心中也瞬間生出悸動，但他道心穩固，銘記昔日修煉殺戮先覺被人算計的慘痛教訓，深知無常的仙道饋贈必然裹挾着致命的神魂桎梏與算計。真正的仙緣需親身苦修探尋，絕不可貪求捷徑依附他人。亡靈斷然拒絕誘惑，抓起昏迷的李元，轉身全速撤離。他的謹慎與決絕徹底激怒了漩渦深處的神秘存在，一道赤色紅芒破空追擊，速度極致，穿透層層禁制，帶着一股讓亡靈靈魂戰慄的恐怖氣息。這道紅芒正是失傳萬古、世間罕見的極境之力。極境是修真體系中最逆天、最特殊的本源极致，是元嬰境界專屬的無上底蘊。歷經仙界崩塌，早已絕迹天地。尋常修士哪怕修為高深，一旦沾染極境之力，瞬間便會被抹殺神魂，生死道消，無任何翻盤可能。亡靈之所以能短暫穩住心神，並未瞬間隕落，只因他自身便是曾經執掌過極境的修士，是整片雷之仙界唯一擁有极境抵抗底蘊之人。這份刻入神魂的本源共鳴，讓他得以在絕境中守住元神，擁有了對抗極境殺機的資格。亡靈帶着李元退回暗洞，立刻催動元神雷威，鋪展漫天雷光封堵通道入口，試圖阻攔追擊的紅芒。可極境之力霸道無匹，轉瞬便瓦解所有雷光禁制，毫無組織地侵入亡靈體內。危急關頭，亡靈調動突破陽石境界後積攢的海量精純天地元力，層層疊疊包裹住赤色極境閃電，以渾厚元力持續消磨禁锢這股狂暴的本源力量。
這是一場無聲卻凶險至極的元神博弈，極盡之力從內部瘋狂瓦解元力屏障，不斷侵蝕亡靈的元神根基，每一刻都在突破禁锢，迸發殺機。若非亡灵此前借雷劫、血身本源、老者气息三重造化，突破阴虚，穩固阳石，元力底蘊浩瀚無盡，根本無法支撐這場无休止的消耗。換作任何其他修士，哪怕是阳石巔峰強者，無极境認知，無對應本源底蘊，也必然瞬間神魂俱滅。為避免波及里元，杜絕後患，亡靈強忍元神劇痛，帶着對方瞬移萬里，脫離秘境危險區域。落地後，他面色慘白，氣血翻湧，立刻祭出沙土大印，獸骨法寶穩固周身，盤膝端坐潛心煉神，全力鎮壓體內躁動的極境之力，同時叮囑里元部下仙劍禁止，全程護法。此刻的亡靈看似安然靜坐，實則正在經歷一場關乎道基與性命的極致淬煉，元神每時每刻都在承受極境之力的狂暴衝擊。就在亡靈閉關鎮壓極境之時，一場連鎖變局悄然爆發。此前徘徊在秘境外圍，妄圖撿拾殘寶的低階問鼎修士，見二人倉促撤離，心生貪念，獨自闖入秘境通道。此人修為低微，道心薄弱，抵達漩渦前方後，瞬間被神秘存在的陰森魔影蛊惑，徹底迷失自我，最終引動元神自爆，全身血肉、神魂、修為盡數被漩渦吸納。這場微不足道的修士自爆，卻成為打破萬古封印的關鍵契機。海量本源之力湧入漩渦，持續衝擊陳舊封印，讓原本固若金湯的禁制徹底崩塌。漩渦深處的神秘存在借力解封部分力量，道出驚天隱秘。九大上古療傷仙陣，萬古以來已被其暗中破除5處封印，如今剩餘4座大陣，可自主引動仙力意象，吸引天下修士前來，借眾生貪心，徹底解封全部陣法。話音落下，雷之仙界4座碎片大陸同時爆發濃郁仙力波動，驚天仙威橫跨虛空，席捲整片仙域。無數問鼎、陰虛、陽石修士紛紛放下歷練，從四面八方奔赴異象之地。一場席捲全域的奪寶熱潮徹底開啟，所有修士都淪為神秘存在借勢破陣的棋子。萬里之外，亡靈緩緩睜眼，歷經極致的元神淬煉，身心俱疲，但眼神愈發銳利。此刻他已完全掌控體內極境紅芒，只需心念一動，便可徹底將其逼出體外，根除隱患。但一番沉吟後，亡靈做出了足以影響後續仙途的關鍵抉擇。在所有修士眼中，極境是必死的殺機，無解的厄運；但在曾執掌極境的亡靈眼中，這是萬古難遇的無上造化。極境之力霸道絕倫，本源逆天，雖然需要持續消耗元力禁锢，存在極大隱患，卻也是獨一無二的絕殺底牌，關鍵時刻可逆轉戰局，保命破局。世間修士終生難覓一絲極境本源，今日機緣巧合得以留存，若是徹底清除，便是白白浪費無上仙緣。亡靈深諳修仙之道，富貴險中求，果斷放棄根除隱患，選擇永久禁錮這縷極境之力，將其化作自身暗藏的終極底蘊。這份取捨，盡顯他逆天而行，步步謀算的修仙本心，也讓他的戰力底蘊悄然超越了同境界所有修士。剛穩固自身狀態，大地便傳來劇烈震顫，正是秘境封印崩塌，大陣解封引發的空間異動。亡靈深知此地大局已亂，殺機暗藏，不再停留，帶着李元全速撤離碎片大陸，衝入無盡虛空。李元經此一役，心中縈繞不散的心悸之感，冥冥之中預感仙域大變將至。為謀求真正的穩妥仙緣，亡靈摒棄漫無目的的秘境探索，鎖定姚家老者記憶中的藏品閣。此地是雷之仙界正統仙葬，藏有無數上古仙術與至寶，唯一的阻礙便是4大家族聯手布下的頂級封印，而精通禁制陣法的李元恰好是破解封印的最佳助力。二人敲定目標，朝着仙域中心區域全速疾馳。飛行途中，亡靈始終深陷極境的隱秘思索。極境本是元嬰專屬本源，早已絕跡萬古，如今卻在雷之仙界重現，且被上古蟄伏存在掌控，突破了固有境界桎梏。他聯想到此前偶遇的那多極境傳承，心中生出驚天揣測：這片破碎仙域或許藏有極境進階、突破境界限制的終極奧秘，而極道13大天地終極之謎，大概率盡數隱匿於此。這份猜測讓他對雷之仙界的隱秘愈發心生敬畏。越是靠近仙域中心，虛空穿梭的修士便愈發密集，無數修士神色亢奮，奔赴4大異象秘境，全域陷入奪寶熱潮。一眾修士感知到亡靈李元的超然氣息，紛紛忌憚避讓，不敢招惹。冷眼旁觀全局的亡靈早已看穿這場盛世機緣的本質，不過是上古存在算計天下，借眾生之手解封大陣的萬古陰謀。途中，羅天南域3傑之一雷仙殿使者戰空烈率一眾天驕修士疾馳而過。這位性情孤傲、眼高於頂的陽石天驕，遠遠望見亡靈，立刻調轉身形，躬身行禮，態度極致恭敬，尊稱前輩。昔日亡靈壓制修為問鼎境時，便讓戰空烈看不透深淺，心生敬畏。如今亡靈登臨陽石，底蘊深不可測，更讓他由衷折服。戰空烈坦言，4大秘境異象暗藏重寶，但封印堅固，破陣艱難，自身把握不足，懇請亡靈聯手奪寶，並告知與申公虎的赴約之事。亡靈心繫藏品閣仙術機緣，婉言謝絕邀約，僅應允閒暇之時可前往一觀。得此承諾，戰空烈欣喜不已，篤定有亡靈坐鎮，奪寶之事穩操勝券。同行天驕與周遭修士見狀，無不震撼，徹底認清亡靈的超然地位。